这是一场震惊全世界的猎杀行动。美国为了找出911事件背后主谋奥萨马·本·拉登，不惜花费数万亿美金，在全球范围内布下天罗地网，甚至发动了一场战争，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在2010年找到了突破口。美军情报局的特工在巴基斯坦抓到一名本·拉登的亲信，带到了位于波兰的黑监狱，在使用水刑逼供之后，成功得到了一条情报：本·拉登就藏在阿伯塔巴德的一个大院里。为了确认情报的真假，美国情报部门立马派特工前去调查，通过在当地布置的情报网，很快就锁定了大院的具体位置。但为了确保这次猎杀万无一失，情报局的特工在这所大院的侧边租下了一间房子，用来观察对面大院的房屋构造和确认本·拉登是否真的藏身于此。经过2个月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终于拍到了一张模糊的照片。情报局分析师通过地上的影子推断，照片上的人身高大概1.9米，身形和本·拉登完全符合，这让美国情报局异常兴奋，立马制定了3个计划。第一个就是和巴基斯坦联合突击，但当时巴基斯坦和美国并不友好，美国担心对方会通风报信。第二个就十分简单粗暴，直接使用制导炸弹将这所大院夷为平地，但这样做就无法确认本·拉登是否真的死亡。第3个就是武装直升机突袭，派出美军的海豹突击队乘坐黑鹰武装直升机绕过巴基斯坦军方的雷达，空降到本·拉登的大院，迅速将目标击毙，然后再悄无声息撤离。最终出于政治上的考量，第3个方案得到了一致同意。为了确保这次猎杀万无一失，美军从海豹突击队中挑选了24名精锐，还有一条比利时马利诺犬，在1比1建造的模型屋里进行了长达1个月的模拟训练。4月29日，美国情报局向总统奥巴马详细汇报了这次任务，但奥巴马的智囊团认为，仅凭身高并不能完全确认对方是本·拉登，于是情报局只好冒着打草惊蛇的风险，买通了当地的一所医院，以接种疫苗为理由，想要获取院子里所有人的 DNA。但医生刚刚进入大院，就遭到武装人员的驱赶。虽然获取 DNA 的计划失败，但情报局的分析师在翻看视频时发现，一名武装人员携带的 AK-47和之前拍到本·拉登贴身保镖的枪一模一样。有了这一条重要的线索，总统奥巴马最终批准了这次行动，行动代号为海王星之矛。2011年5月1日，猎杀本·拉登的任务正式拉开帷幕。Executing Operation Neptune Spear. The HVT is Osama bin Laden. Code name will be Iran. 这支全世界排名第1的特种部队正乘坐2架黑鹰隐身直升机绕过巴基斯坦的雷达，悄无声息来到了本·拉登的住所。凌晨3点30分，地面的武装人员听见螺旋桨声，一把抄起 AK， 冲出来就朝直升机不断射击。远处的美军狙击手迅速开枪，解决了地面的武装分子。但黑鹰直升机突然失去平衡，由于高温产生涡环气流，螺旋桨上的气压无法扩散，直升机只能进行迫降。落地之后，海豹突击队员迅速展开行动，直接一炮炸开大门，冲进去开始肃清武装分子。很快他们就占领了业务，但枪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巴基斯坦警方也迅速赶到了现场。海豹突击队员必须速战速决，好在他们经过了长达1个月的模拟训练，对这里建筑结构一清二楚，很快就干掉了外围的武装分子。战情室里，情报局的分析师对击毙的尸体挨个进行确认，很快发现了本·拉登的儿子哈姆扎，这也就意味着本·拉登大概率就在这里。随后海豹突击队开始挨个房间进行搜查。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得知美军未经允许就擅自在自家领土上展开军事行动，立马派出了1架战机，预计在5分钟之后抵达现场。美军 F-151战机迅速进行拦截，最终在美国国防部的沟通下，巴基斯坦的战机返回了基地。但随着海豹突击队深入房间内部，遭到的抵抗也就更加顽抗。在去往第3层的楼梯间，他们击毙了本·拉登的另一个儿子。在清除3楼所有的武装人员之后，海豹突击队员踹开了最后一个门，在发现目标之后，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开枪击毙了奥萨马·本·拉登。战情室里的人见状开始欢呼庆祝，宣告了这次猎杀行动完美成功。整个过程只花了15分钟，并且无一人伤亡。随后美军带走了本·拉登的尸体，送回基地，经过了全方面的鉴定，在确定了此人是本·拉登以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宣告了本·拉登的死亡。随后外交部给阿富汗打去电话，礼貌性询问如何处理尸体。在得到处理方案之后，本·拉登被运到了航空母舰上，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海葬。5马赫的战机速度到底能有多快？当他从水面飞过是这样的，从山谷飞过是这样的。这架苏联最新研发的超音速战机还没来得及装备到军队，就被美国间谍马克偷走。由于战机的航程只有3000英里，所以还没飞出苏联的领空，战机就提示燃油不足。为了降低油耗，马克只能贴着海面飞行。但不幸的是，没一会儿雷达就监测到前方140公里有一艘巡洋舰，已经用红外线锁定了它。此时战机已经没有足够的燃油转向，只能笔直朝巡洋舰飞去。在距离25公里时，战机上的雷达又监测到巡洋舰上起飞了2架直升机。马克见状，立马发射了1枚导弹。将直升机炸毁之后，战机迅速从巡洋舰上方掠过，超音速造成的破坏力直接引爆了另一架直升机。巡洋舰立马发射4枚导弹反击，但雷达监测到导弹来袭，立马启动了向后防御系统，往后面发射了1枚空对空导弹，成功引爆了2枚，但剩下的2枚导弹依旧穷追不舍。马克见状，果断提速到5马赫，瞬间甩开了2枚导弹，导弹失去目标，直接掉了下去。危机解除之后，马克继续朝目标地点飞去。苏联军方见常规拦截手段不行，只能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战机摧毁。
于是上级找来王牌试飞员，命令他驾驶另一架火狐战机立即起飞前去追击，并且紧急征调北极搜索中队，寻找马克可能降落的冰面地带。与此同时，马克到达预定加油地点还有90公里，但战机燃油已经告急，预计最多只能飞行60公里。马克作为王牌飞行员，心中很快就有了对策，他决定冒险飞到2万英尺，然后再滑翔到冰面上。另一边，美军派来加油的核潜艇也已经抵达北极的冰层下，潜艇打开主浮力舱之后，顶部直接撞开了2米厚的冰层。与此同时，马克也驾驶战机降落到了冰面，但由于冰面太滑，战机根本刹不住车。就在要滑进海里时，战机突然停了下来，马克赶忙操纵战机掉头，开到了核潜艇的旁边。紧接着，潜艇兵们迅速行动，将输油管对准油箱，加满燃油之后，马克驾驶火狐1号再次起飞，但没飞出多远，苏联派出的火狐2号就追了上来。苏军飞行员人狠话不多，直接从背后发射了2枚导弹，但马克操作战机旋转360度，轻松就躲避开了攻击。但火狐2号一直紧追不舍，一有机会就发射导弹，或者用机枪疯狂扫射。马克眼看无法甩开火狐2号，于是一头扎进了山谷，想凭借自己高超的飞行技术将火狐2号战机甩开。但这种山谷对于苏军飞行员来说，就算是喝了2斤伏特加，闭着眼睛也能开过去。就在即将抵达山谷的尽头时，火狐2号战机再次发射2枚导弹。马克想故技重施进行躲避，不料战机失去控制，迅速朝下方坠落。马克承受超过身体10倍的重量，瞬间就晕厥了过去。然而苏联飞行员本着骑士精神，并没有趁机发动攻击，而是等到马克醒来，成功控制住战机之后，他才并排飞到马克旁边，进了一个军礼之后，迅速飞到马克的背后，用机炮不断扫射。苏军飞行员以为胜券在握，不料马克不讲武德，启动了向后防御系统，发射了最后1枚导弹。火狐2号被炸成了碎片，解决了唯一的威胁之后，马克立马提速到5马赫，穿越了大半个地球，偷走了苏联辛辛苦苦研发的战机。1941年的黄浦江上，日军正用探照灯发射暗号，住在江边的熊孩子感到好奇，也拿起一个手电筒，有样学样的打出了暗号，但下一秒，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租界里的洋人争先恐后开始逃离。英国男孩杰米原本过着富足的生活，父亲是一名在上海开工厂的富商，但现在他们也不得不逃往港口，然后乘船逃到英国。但大街上逃难的人太多，汽车堵在路上无法前进，眼看日军的坦克就要碾压过来，父亲赶忙让妻儿下车步行前往港口。然而在混乱中，父亲被人群挤散，母亲只能死死抓住杰米的手。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传来一阵轰鸣声，杰米好奇地抬头一看，空中密密麻麻全是零式战机，一个不留神，杰米的零式战机模型玩具被挤落掉在了地上。他松开母亲的手，弯腰去捡，结果瞬间就被人群分开，杰米只能眼睁睁看着妈妈被人群拥挤着离自己越来越远。紧接着日军也涌上街头，但突然一声枪声响起，埋伏在楼顶的游击队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街上瞬间陷入一片混乱。日军推倒黄包车做掩护，朝游击队所在的楼顶射击，杰米被吓得四处逃窜，刚好撞见中弹倒地的平民，他吓得不敢乱动。很快游击队就英勇牺牲，杰米无处可逃，只能再次回到租界，但这里早已经人去楼空，自家的豪宅也已经被贴了封条，杰米只能从后门钻进去。餐桌上还有吃剩的食物，他决定在这里等父母回家，但等了一天又一天，始终不见父母的踪影，并且食物已经全部吃完，管道里的水也已经被吸光。杰米不得不骑上自行车外出去找一点吃的。在街头他碰见了一群日军，吓得他赶忙举手投降。杰米的举动引得日军哄堂大笑，但好在日军并没有伤害他，只是将他赶到了一旁。杰米推着自行车盲目走在街头，一名少年见他穿着富有，想抢走他的自行车，杰米被吓得疯狂逃跑，却遇上了巡逻的日军，他吓得丢掉自行车，高举双手大喊投降，但日军根本没空搭理他，自行车也被人捡走。这时少年又追了上来，杰米只能撒丫子逃跑，没跑多远又遇到日军的坦克，杰米再次高喊投降，但依旧被日军无视。随后杰米在逃跑的过程中差点被一辆卡车撞上。卡车司机是个美国人，他帮杰米赶走了少年，然后带着杰米上了一艘货轮，船上还住着另一个美国人。他们让杰米饱餐一顿之后，反手就带到了人贩子这里估价，但因为杰米是洋人，在这里根本不值钱，人贩子不愿意出价，这让杰米很不服气，说出了自己富二代的身份，要带2人去家里寻找值钱的东西。2名美国人见财眼开，于是在杰米的带领下，3人开车来到了英美租界。但奇怪的是，杰米家的豪宅灯火通明，他以为是父母回家了，激动地跑了过去，但迎面而来的却是一个日本人。3人就这样被抓，送到了关押洋人的集中营。曾经上海租界里的洋人富商，如今却沦落到每天敲碗要饭。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租界里的洋人都被抓进了集中营，每天喝着下水道里的脏水，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一旦饿死饭碗就会被抢走，然后被裹上蚊帐丢进黄浦江。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里，所有人都迫切地想离开这里。这天日军决定转移一批洋人，日本军官像挑选牲口一样，被选中的洋人就能坐车离开。洋人们争先恐后都想上车离开这个地狱一般的集中营。男孩杰米试图爬上卡车，却被日军士兵一把推开，好在他听见司机不认识去苏州的路，于是他立马毛遂自荐，说自己和父母去过很多次，这才争取到了上车的机会。很快卡车就开到了苏州的采石场，这里密密麻麻挤满了劳作的平民。被转移过来的洋人刚下车，日本士兵就塞给他一个石头，命令他立马去干活，敢违抗命令拒绝搬砖的，日军直接一枪托干倒。机灵的杰米见情况不对，立马主动搬起石头，加入了正在劳作的人群。为了能活下去，他每天不得不和大人们在一起抢食，在集中营艰苦的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成功在集中营活了下来，并且一待就是好几年。此时已经到了2战末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美军的 B-29轰炸机直接飞到了集中营的上空，还丢
丢下了一颗炮弹。日本军官气得火冒三丈，带着一群士兵来到了美国人的住所，要冲进去屠杀美国难民。一名英国医生挡在门口，试图阻拦暴怒的日本军官。军官举起手中的棍子，将医生暴打了一顿。杰米拿起凳子想要帮忙，却刚好被日本军官发现，他只好拿凳子砸坏玻璃，然后跪下向日本军官求饶。鬼子军官看着围过来的难民，害怕他们发起暴动，只好灰溜溜的离开。这次轰炸让集中营里的难民感觉到，他们也许很快就能获救，但因为日本人的供给不足，集中营里的伙食也开始短缺。为了能活到战争胜利的那天，杰米选择吃虫子补充蛋白质，但这依旧不够吃。为了能吃饱，他在集中营外的地雷区做了一个陷阱，试图抓一只老鼠或者野鸡，但意外却发生了。男孩穿过集中营的铁丝网，小心翼翼爬进了日军布置的雷区，一个不小心他就可能被炸死。一名巡逻的日本士兵刚好路过，发现男孩的鞋子之后，也端着枪走进了雷区，在芦苇里四处寻找男孩的身影。男孩被吓得不敢乱动，日军士兵越来越近，眼看就要被发现，一个日本少年突然出现，大喊着让士兵捡一下飞机模型，士兵因此放弃了搜寻，男孩因此逃过一劫。杰米已经在集中营里待了4年，此时的日军已经穷途末路，杰米坚信自己很快就能获救。这天2架美军战机来袭，朝集中营疯狂投弹，打得日军四处逃窜。杰米看着被炸死的日军，站在高处开心的大喊。英国医生赶忙制止了他，因为这种行为无疑是在作死。但杰米告诉医生，他已经快忘记父母的样子了，所以他迫切希望日本早点战败。轰炸结束之后，日军大势已去，只能慌忙撤退，留下了集中营上万名难民。这里已经没有物资补给，他们只能步行前往南通。经过2天的长途跋涉，他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体育场，这里摆满了日军搜刮来的珍宝。难民们决定在这里休息一晚，但第2天早上醒来，杰米发现所有人都已经离开。突然一道亮光闪过，杰米以为自己到了天堂，但其实这是美军投下的原子弹。随后杰米决定回到集中营等待救援，独自一人长途跋涉3天之后，他又回到了生活4年的集中营，并且遇到了救他的日本少年。少年还高兴地给了他一个芒果。就在这时，美军开车冲进了集中营，日本少年见状赶忙举起武士刀，好在美军及时开枪，一枪击毙了罪有应得的少年。杰米试图救回他，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不久后日本投降，杰米被带到了救难所，这里有上百名孩子正焦急地等待父母来相认。杰米已经4年没有见过父母，早已经忘记了他们的模样，但父母很快就认出了他。杰米拿起母亲的手，接着摘下母亲的帽子，仔细地看了又看，这才投入了母亲的怀抱。本片是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早期作品，上映于1987年。彼时的斯皮尔伯格还没有在好莱坞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地位，尽管影片拥有出色的演员阵容，但打着反对战争的旗号，拔高自己的艺术思想，让这部影片最终也没能成为经典。墨西哥士兵冲进村里强抢民女，女人们被迫站成一排，任由士兵挑选，一旦被选中，就会被士兵强行带走。男人见女儿被抓走，奋不顾身冲上去阻拦，结果被一棍子打倒，紧接着一枪托直接敲死。村里的男人敢怒不敢言，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但很快墨西哥士兵就将遭到报复，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村口2个美国人带着一大群印第安土著，正准备发起进攻。这边墨西哥士兵正欲行不轨，印第安土著已经悄悄爬上房顶，一把甩出斧头，瞬间就干掉村口的守卫，然后冲进村里，开始挨个房间清理墨西哥士兵。解决所有敌人之后，印第安土著换上军装，假扮成墨西哥士兵，准备去攻打墨西哥军队的城堡，抢走城堡里面的黄金。随后他们兵分2路，一路假装压着2个美国人进城，另一路则负责攻打城堡，分散敌人注意力。城墙上的士兵见队友回来，立马大喊打开城门。在他们进城的同时，外面的印第安人立马发起进攻，城墙上的士兵赶忙迎战。这时美国黑人偷偷用一根火柴点燃了手里的炸药，然后一把甩了出去，炸倒了城堡里的蓄水桶。趁墨西哥士兵乱作一团，印第安人开始乱扔炸弹，墨西哥士兵立马开枪反击，凭借人数上的优势，将印第安人打得落荒而逃，丢盔卸甲逃出了城堡。但印第安人并没有就此罢休，等到深夜又折返了回来，在美国黑人的带领下，悄悄潜到了城墙下方，穿上特制的攀岩鞋，配合爬墙用的钩子，贴着城墙往上爬。很快，美国黑人就率先爬上城墙，从背后突然偷袭，干掉了站岗的墨西哥士兵，然后将城墙上的大炮调转方向，对准了城堡内部。美国黑人拿起火把，点燃大炮的引线，战斗正式打响。听见集结号声，墨西哥士兵迅速拿着枪冲出来战斗，但印第安人占据地理优势，不断击毙冲出来的士兵。并且从城墙上不断猛丢炸药，将城堡炸了一个底朝天，整个战场瞬间乱作一团。随后印第安人跳下城墙，和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厮杀，最终墨西哥军队战败，在军官的带领下落荒而逃。印第安人成功占领了城堡，2名美国人也在地下室找到了几百公斤的黄金。就在众人喝酒庆祝时，墨西哥军队又带着救兵杀了回来。印第安人见情况不对，立马丢下美国人骑马跑路，剩下2名美国人留在城堡，因为马车被炸毁，他们根本无法运走黄金。就在白人同伴一筹莫展之际，美国黑人想出一个妙计，用空城计吓退墨西哥军队。他独自走出城堡谈判，然后让白人同伴迅速点燃2门大炮，对着城墙下的墨西哥士兵开了2炮，让墨西哥军官误以为城堡里面还有大量的印第安人。想起之前被打得死伤惨重，墨西哥军官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决定撤退。然而等美国黑人回到城堡时，却发现白人同伴想私吞黄金，但无奈枪法不行，被美国黑人一枪击毙。电影到此也就结束。男人将汉奸吊在3脚架上，然后一把撕开他的衣服，接着拿出钝刀割肉。汉奸被割了3刀之后，痛得立马大声向美军求救。
炮艇上的美军想要用机枪扫射，却遭到艇长的阻拦，因为一旦开火，这艘炮艇也顶不住渔民的怒火。他只能命令翻译官向人群喊话，愿意用100大洋救下汉奸。老汉奸举起喇叭开始翻译，但底下根本没人搭理，艇长只好再加100大洋，但他显然低估了渔民惩罚汉奸的决心。汉奸被割了几十刀之后，已经痛得生不如死。美军士兵决定给他一个痛快，于是一把举起步枪，瞄准汉奸扣动扳机，果断干脆的结果了汉奸。随后渔民挥臂大喊滚回去，最终将美军的圣保罗号炮艇逼走，转而来到了长沙渡口，想要从大使馆补充物资。但长沙的渔民为了不让洋鬼子靠近，于是用木船将渡口堵住，高举着白色横幅，上面用英文写着滚回家。为了能成功登岸，艇长下令用高压水枪驱散抗议的渔民。洋鬼子兴奋地握着水枪，将渔民们冲得东倒西歪，最终成功登岸进入长沙。他们列队在街头横行霸道，踢着正步来到了大使馆，但一来就被北伐军打脸，大使馆旗帜被当场取下。美军上尉见状立马威胁秦少校，如果不想和美国开战，就乖乖地将旗帜升上去。但秦上校也不是被吓大了，直接警告美军上尉，在长沙最好老实一点，这样才有机会安全回到炮艇上。If you mean to have a war, let it begin here. 馆长见情况不对，立马站出来做和事佬，但上校根本不给面子，直接当着美军的面宣布征用大使馆作为临时指挥所，并且再次警告美军上尉 You may have your men sling arms, or you may have them lay down their arms. You may go under escort, or you may go under full arrest. That is all the choice I will give you. And you must make it now. Irby. 列车。美军上尉咽了咽口水，害怕的下达了收起武器的命令，在长沙群众的唾骂声中，灰溜溜的向渡口走去，完全没了来时的傲气，即使被砸了满身的烂菜叶，也不敢有任何的怨言。最终，洋鬼子被赶出了长沙，灰头土脸的回到了炮艇上。这是发生在1926年的一幕。美国为了维护在长江中下游的商业利益，于是派出圣保罗号炮艇前往长江流域巡逻。但与此同时，五萨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圣保罗号奉命前去上海，试图用武力进行恐吓。但在经过间隙时，发现有一群学生军用竹绳串联帆船，已经将整个河口堵住。艇长立马下令进入备战状态，等进入攻击范围，双方开始面对面的炮击。洋鬼子因为装备占据优势，用机枪火力压制住学生军，很快就突围到了渔船旁边。美军迅速冲上渔船，试图用斧头砍断竹绳，从渔船的防线中突围，但学生军们拼死阻拦，双方开始面对面的厮杀。最终美军付出惨痛的代价，凭借装备上的优势成功突围，提前结束了这一次巡逻。老兵拿出一颗跳雷，接着推开敌人的尸体，在底下快速挖了一个坑，将跳雷放进去之后，小心翼翼地打开保险，最后将敌人的尸体抬起压到跳雷上。成功布置完陷阱之后，新兵突然发现刚刚放在地上的枪不见了。老兵愣了1秒，立马弯腰去拿手雷，但已经来不及，旁边突然冲出一个男人，用机枪朝两人不断扫射。老兵被当场击毙，而新兵被子弹击中腹部，躺在地上发出了痛苦的哀嚎声。男人确认老兵已经死透了之后，举起阿卡47就准备补枪，但犹豫了片刻，还是没有扣动扳机。为了能尽快离开这里，他用枪强迫新兵脱掉衣服，爬出战壕，摇摆起示意投降。很快，交战双方都发现了新兵，但因为他只穿了一条裤衩，双方都无法确认新兵是不是自己人。本着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敌人的原则，塞尔维亚长官立马下令发起炮轰，随后铺天盖地的炮弹袭来，吓得两人赶紧跑进防空洞。半个小时之后，炮火才渐渐停息。男人意识到这个办法行不通，于是决定等到天黑，如果新兵还没有死，就趁着夜色各奔东西。但突然一声痛苦的哀嚎声响起，男人惊奇地发现压在地雷上的队友还活着，他赶忙过去安抚队友，示意他不要乱动，接着命令新兵过来拆除跳雷，但新兵根本不会。男人没有办法，只能先给队友喂水，然后尝试看能否拆除地雷。但就在这时，新兵趁男人不注意，悄悄捡起了地上的枪，将枪口对准了男人，然后命令男人扔掉武器。局势瞬间反转，新兵掌握了主动权，男人只能认怂。随后，新兵为了缓解紧张，点了一根烟抽了起来。这时，躺在跳雷上的男人请求新兵给自己抽一口止痛，新兵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但刚把烟递过去，就被一把薅住。不得不说，新兵还是太年轻。随后，男人命令他放下枪，否则就引爆身下的跳雷。新兵不愿意妥协，于是双方陷入了僵持。最终，经过谈判，决定各退一步，两人都将枪背在身后。随后，新兵出于同情，于是拿起自己的背包垫在了受伤男人的脑袋下。这个友好的举动缓解了双方的敌意，两人决定齐心协力逃出交战区。于是两人脱掉衣服，各自朝着对方的阵地拼命摇动白旗示意投降。双方的指挥官直接看懵了，这种情况他们也是第一次见，都不敢冒险派人前去营救，只能请求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帮忙。很快，2名联合国的维和士兵开着装甲车就抵达了现场。他们本以为将2名士兵带走，然后归还给交战双方，就成功完成了这次任务。没成想还有1名波斯尼亚士兵居然压在一颗地雷上。面对这复杂的局势，维和士兵只好向上级汇报情况，请求派1名拆弹专家过来。但上校了解清楚情况之后，觉得太麻烦，决定放弃救援，于是命令士兵撤离现场。见联合国士兵要离开，新兵立马表示想一起走，但男人却不同意，因为一旦新兵离开，塞尔维亚肯定会立马炮轰这里，他不能抛弃自己的队友。但新兵却执意要走，于是男人果断扣动扳机，一枪打中了新兵的腿部。联合国士兵见状迅速撤离，但在路上却被1名记者拦住。
女记者直截了当告诉维和士兵，他们监听了上校的无线电话，知道了上校准备放弃救援被困住的士兵。随后，记者将这个丑闻通过镜头报道了出去。很快，上校就看到了这个报道。为了挽回维和部队的形象，他决定亲自到现场指挥救援。很快，大批联合国士兵就赶到了现场，记者们也蜂拥而至。20分钟之后，来自英国的拆弹专家也抵达了现场，遣散战壕里面的所有人之后，拆弹专家拿出一堆工具，跪在地上开始忙活起来。一顿操作之后，拆弹专家无奈地告诉维和士兵，下面石头太多，根本看不清楚地雷长什么样。士兵听完连忙递给他一颗跳雷，这可把专家吓坏了。这种地雷根本无法拆除。就在士兵不知所措的时候，上校的直升飞机也抵达了现场。一下飞机，记者就将他围住。面对记者的镜头，上校信心满满地表示一定会救出被困的波斯尼亚人。但随后士兵却告诉他，炸弹根本无法拆除。上校瞬间就懵了，刚刚才吹出去的牛，这么快就被打脸。他只好先让拆弹专家先假装很忙，争取时间让他想一下对策。但就在这时，男人却情绪失控了，他拿枪对着记者大喊。但话还没有说完，新兵拔出手枪想要报仇，却被男人一枪击毙，而男人也被联合国士兵打死。记者拍到了大新闻，也忘记了战壕里被困的士兵。上校趁机让士兵找一个担架，将拆弹专家抬了出去，然后告诉记者，已经成功救出了被困的士兵，一切皆大欢喜。记者拍到了大新闻，上校维护了形象，军官骗记者，记者骗观众，所有人都撤离了现场，只留下虽然还活着，却躺在地雷上的士兵，甚至没有人考虑过给这个必死之人一个痛快的死法。最后，影片在上帝视角下缓缓落幕。新兵希特勒到底有多勇猛？经常无视敌人的炮火，骑着单车为德军传递情报。每次长官有任务要执行，希特勒都会立马扔掉饭碗，第一个站出来接受任务。因为其英勇的表现，他由传令兵晋升为上等兵，并且获得了一枚1级铁十字勋章。这份荣誉让他更加爱国。看见战友在营地里打牌，希特勒会直接掀翻桌子，对着战友破口大骂。每次德军打了败仗，他都会拿自己的宠物狗出气，用皮鞭狠狠抽打小狗。一直到1918年，希特勒所在的步兵团遭到了敌人的毒气攻击，希特勒因此双目失明，被送回后方休养。但就在这段时间里，德军宣布战败，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希特勒无法接受德国战败，他一把扯下纱布说道：战后的德国经济遭到重创，不但无力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还要遭受犹太人的压榨。法军甚至公然占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面对法国的入侵和挑衅，魏玛共和国却表现得极其软弱无力。一向严谨沉默的德国群众迫切地渴望出现一个政治强人，带领他们重振德国。1919年，希特勒加入了德国工人党，被安排去啤酒馆当卧底。为了完成任务，希特勒开始了人生第一次演讲。尽管十分紧张，他还是勇敢地站上了讲台，开始控诉德国的现状。但台下却没人在乎他说什么。希特勒最终忍无可忍。Is anyone listening? That's the problem nowadays, isn't it? No one cares. Our enemies. Others. Communists. The foreign invaders who come to our country to destroy us and take over our lives. I tell you, friends, this is war. A war that is soon to turn, where the invaders will become the victims. 希特勒凭借其过人的口才和慷慨激昂的演讲方式，很快就收获了无数支持者，其中包括一些富商和政治高层人物。有了雄厚的财力支持，希特勒大手一挥买下报社，为自己立人设做包装。接着他又找到罗姆上校，找了一群退伍的老兵，成立了自己的冲锋队。1920年，希特勒将工人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就是俗称的纳粹党。希特勒还亲自设计了纳粹标志和45度镜手礼。1921年7月，希特勒弹劾了一把手，成功上位成为纳粹党的领袖。只用了短短的1年时间，希特勒就成功转型，成为了德国政治界一颗璀璨的星星。We need a leader, a man of great vision, a man with the courage to grind his enemy's bones into the dust. And he lives! He lives today! And he will lead his people to victory! 眼前这个激情澎湃的男人，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阿道夫·希特勒。1924年12月，希特勒刑满释放，他与监狱工作人员一一道别，然后就搬到了乡下休养生息，一直拒绝再卷入党内争端，并不再发表公开演讲。纳粹党也因此四分五裂。一直到1926年的慕尼黑会议上，希特勒重返纳粹党，他知道通过政变夺权这条路走不通，转而寻求和平的方式夺权，向大选发起冲击。 The interest of this movement, from now on, will be my concern. If I should fall, wrap my body in the swastika banner. 有了希特勒的号召，一盘散沙的纳粹党很快就重新集结。1929年10月，因为犹太人操控经济，导致600万德国人失业，德国群众对执政党怨声四起。希特勒看准时机，凭借优秀的口才到处演讲，不断地向人民许诺面包和牛奶，许诺带领德国人民找回失去的尊严。纳粹党因此急速扩张，短时间就成为德国第2大党派。1928年的国会选举，纳粹党只有3%的选票，议会中只有区12个席位。可是到了1930年的选举，纳粹党已经有了18%的选票，在议会中有了107个席位。此后，纳粹党一路高歌猛进。1932年，希特勒决定参加选举，但最终还是遗憾落选。他找到当时的总统冯辛登堡，要求总统授予他总理的职位。Surely you can see. I'm forced to be ready. The sooner you appoint me chancellor, prove my I will case. have an appointment, Chancellor. How dare you presume, sir? You're nothing but a Bohemian fortune.
但很快冯兴登堡就被打脸。1933年，他心甘情愿交出权力，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希特勒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除敌对党派，于是他精心策划了国会纵火案，嫁祸给敌对党派，将其一网打尽。1934年6月30日夜，希特勒对冲锋队采取了清洗行动，史称长刀之夜。这场屠杀一直持续到了7月2日，包括冲锋队首脑罗姆在内的1070人被杀，党卫队全面取代了冲锋队在德国的地位。希特勒再度确定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总统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将把总理和总统两个职位合并，统称为元首。德国重振的帷幕被拉开，希特勒出台政策，剥夺犹太人政治权利，只用了短短6年时间，就实现了自己当初的诺言，让德国群众吃上了面包和牛奶。